第9届世界和平论坛于周日闭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安全合作，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多国前政要、驻华使节、智库负责人针对世纪疫情以及逆全球化等新形势下的危机进行讨论。大会采取线上线下云交互讨论形式，多个分论坛讨论热烈，颇有看点。周日，在第9届世界和平论坛举行主题为“重塑大国关系”的大会讨论中，有西方国家驻华大使提到，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愤然反击，力挺中国。Well, if somebody gives me just one example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mposing its ideology on anybody outside Chinese borders, I will be very grateful. 此话一出，现场便响起一阵掌声。杰尼索夫继续追问道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rticulated by Chairman Mao Zedong, if not motto of party's policy, is 为人民服务 serve the people. What's wrong with it? I don't know. So while dealing with such kind of issues, while blaming China for spreading, imposing ideology, we just have to think about twice. What do you mean by ideology, and how is it, how to say, spread?” 在谈及中俄关系时，杰尼索夫表示，俄中关系可以说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俄中关系超越了传统大国之间的互动，避免了意识形态化，不干预、不针对其他国家。值得注意的是，本届世界和平论坛的主题为“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安全合作，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外交部原副部长、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荣誉院长傅莹提出，多边主义的关键在于协商一致、合作治理，目的是互利共赢。中国赞成多边主义，这和中国对世界的看法也是一致的。中国认为，多边主义是维护世界秩序、促进国际合作的最佳路径。西方国家特别愿意讲规则为基础的这个世界秩序。那么什么规则？这个规则制定，中国参与没有参与？尤其一些新的规则的制定，美国和欧洲希望自己制定一些规则，然后迫使中国接受，这样是不合理的。现在大家关心的这些规则，这个气候变化还有抗击疫情这些规则的制定，中国要参与其中，同时呢，中国也会这个遵守这些规则，但是不能把小圈子里的规则拿出来，然后强加到中国身上。傅莹以前不久在英国召开的 G7 峰会为例表示，美国总统拜登还没有出发，美国的媒体就做出了拜登到 G7 去协调盟友应对中国的预告，不少西方媒体跟风炒作。傅莹指出，他仔细阅读了 G7 最后发布的公报，发现这份公报的焦点还是一些重要的国际议程，涉及到的很多问题是无法排斥中国的。傅莹指出，看待一些问题，也不要单纯的看是谁提出来，而是看是否符合大的潮流，是否符合世界的发展方向。只要有利于世界大多数人利益的事情，我们都应该参与其中，都应该支持。出席同一场讨论的原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对傅莹的观点表示赞同。范龙佩指出，多边主义当前正遭遇着巨大的挑战，欧盟很高兴看到美国和中国愿意在气候等议题上进行合作，不同的国家应该学会容忍差异，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合作，而不是只和那些在意识形态上趋近的国家进行合作。范龙佩还表示，他认为中欧投资协定迟早会达成，这个协定对中欧关系的未来至关重要。在全球的层面，国家可能是竞争者，可能是对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成为了彼此的敌人。我们在某些严格界定的，或者说明确界定的领域或者是项目上，可以是战略伙伴，即使我们并不是志同道合，甚至呢公开有分歧。不选边站队也是与会人士的普遍共识。法国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巴斯卡尔·伯尼法斯呼吁，所有人都要大声疾呼一个重要的概念：没有人可以从单打独斗中受益。国际社会要有一个共赢的概念，没有人能成为零和游戏的玩家。原泰国总理苏拉杰表示，在全球层面合作的关键是中美关系，中美在多个国际组织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他希望中美之间加强合作，促进全球共同发展。
苏拉杰还强调，支持从推动开放包容的区域合作开始着手，反对任何排他性的俱乐部。美国搞小院高墙式的科技脱钩，也引发与会人士的担忧。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严学通认为，美国当前采取的俱乐部战略，把世界上实力强的国家组织到一起，搞俱乐部式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给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科技合作和高科技产品生产带来严重困难。韩国东亚基金会主席金星焕指出，目前美国拜登政府正在提高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限制技术向中国的传播，试图通过科技脱钩打造一个不包括中国在内的新的供应链。加拿大驻华大使鲍达民直言，非常担心科技脱钩的问题，这一定会极大地影响到各国的增长或创新。在周一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用合作共赢、公平正义、聚焦行动、尊重多样4个词，再次阐述了中方对多边主义的看法。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中方主张的多边主义是合作共赢，而非零和博弈；是公平正义，而非霸凌霸道；是聚焦行动，而非坐而论道；是尊重多样，而非唯我独尊。那我们注意到，近期美西方再次利用这些多边的场合来指责中方。汪文斌也揭露了这些国家利用国际组织搞霸权和单边主义的实质。3号，王毅在世界和平论坛上对于多边主义是做了非常详尽的论述。那今天汪文斌的一系列回应，也是对相关表态的一个延续。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在刚落幕的世界和平论坛上，王毅国委在主旨讲话中痛批印太战略应被扫进垃圾堆的犀利言论，引发广泛关注。您对此有何观察？批判拜登政府主导的印太战略，王毅呢确实火力全开，他指责这一战略旨在集团对抗，意图打造地缘争夺的小圈子。那么他毫不留情地批判印太战略应该被扫进垃圾堆。王毅的扫进垃圾堆论当然是具有分量的外交重话，和之前杨洁篪在阿拉斯加当面回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你们没有资格说基于实力同中国对话，中国不吃这一套，如出一辙，是同样的一个基调。拜登上台之后，继续呢在强行推进印太战略，将4国外长以及防长会显著升级为首脑会机制，而且呢处处将矛头指向中国，甚至呢美方还着力推动一众盟友来印太，尤其是来中国的周边来刷存在。前段时间，英军航母战斗群舰只在黑海强行刷存在，在强闯俄罗斯领海之时呢，遭遇俄战机投弹震慑。那么接下来，英军这一艘航母，它还要来太平洋、来南海，同样一幕会不会再度重演呢？不妨拭目以待。我们也看到，就在和平论坛的会场上，执新闻记者记录到了一段俄罗斯大使舌战英国等西方国家大使，火花四射的一幕。当时呢，杰尼索夫愤然反击对中共所谓意识形态强加于人的这个不实指控。在我看来，面对印太战略的对抗式的挤压，不仅是外交官，老百姓呢也是相当有情绪、相当有气的。印太战略应该被扫进垃圾堆，但是呢，至少在当下，它还没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它还是拜登政府外交议程的一个优选项。美方升级的所谓 Quad， 也就是4方首脑会谈，业已机制化。那么今年呢，不排除会再搞第2次，而且是线下的会谈。那么会谈参与范围会不会继续扩大，值得我们关注。此外呢，拜登上台之后，在国安会特设印太事务专员一职，由资深外交官员，而且呢被视作拜登主要外交智囊之一的坎贝尔来出任，他也成为美方所谓印太战略的一个主要执行者。那么就此来看，围绕美方印太战略的激烈博弈和强硬对话，未来呢在中美这2个大国之间还将会持续上演。那么这也成为中美关系这一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压力现状的一个直接的投射。好的，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